好，台北市罢免今天有说明会啊，就双方啦，领衔人跟被罢人呢，这个中选会办的这个电视的，你说辩论也可以了哈，这个政见发表也可以了。今天王宏威是上午10点，李彦秀是上午11点，这个罗志祥下午2点，徐小清下午3点，然后呢赖士葆下午4点这个当时呢，我看这个罢王宏威的就说呢，你们当时去大陆。就搞统战。王宏威说我是去当时要为了观光，希望呢大陆派团来然后呢希望增加台湾的观光去没有什么去统战，谈什么统战然后呢李彦秀说呢赖清德是搞斗争、搞独裁罢团现在就一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就是你们亲共，对，就是亲共，就这一招就是这样也没有什么道理，就是亲共那你们这个卖台。那我一讲，我说亲共卖台，拿证据出来嘛，拿证据出来就内乱罪啊、外患罪办他，对吧？你总是要有一些，你办人也必须要有一个证据啊，你不能什么乱抹红一通啊，他也没证据就反正就是你们就是中共代言人然后呢危害国安，那李彦秀呢就把他问政成绩拿出来说，我做了这么多事情都是为台湾做，为内湖南港选民做这跟老共有什么关系那我觉得这个最荒谬，叫做钟尊德，他说罢团说中共会把台湾男人送去俄罗斯跟乌克兰女人变成器官库那我不懂到底要送去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呢？这没有俄乌啊，这还是有一个，你是帮俄罗斯还是帮乌克兰这就跟谢长廷当时你记得吗？他怎么讲他说对了谢长廷说查甫找无工，查某找无翁，这边爱去乌龙岗，结果呢现在哪个台湾男人到去吹波刚，现在台湾缺工缺得一塌糊涂，哪个女人吹波昂？她只是不要结婚而已，她怎么会吹波昂呢？哪一个坐边要去乌龙江呢？没有啊，谁去黑龙江没有啊这说乱扯一通真的这种也能听吗？这种你真的能听得相信吗？我听都想吐，对不对？但他就要讲讲的还冠冠有词还有人相信那好，那么这个青鸟说呢，主导大罢免，曹先生说赖清德、柯建铭指挥得动我吗？我指挥他们尾巴咬狗，他们怎么指挥得了？还是没这样讲了。但是我觉得就这个意思我们看一下，这一场罢免绝不是所谓的恶意罢免。打这个蝴蝶结，王宏威罢免案领衔人首次出现在荧光幕前，他说罢免不是仇恨动员，是为爱发动罢免，因为爱。所以我站出来承担，因为仇恨不能带我们走得更远，但是爱可以。他刚上任立委，便随同国民党党团总召傅崐萁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挂了很多不实造谣的看板，其中就是说王宏威，你跟王沪宁屁事密谈，全程事实上有大批的媒体在每一场都有做采访。这叫做哪门子的密谈？18号，王宏威罢免说明会，罢团狂攻蓝营立委与对岸的那次会面。至今，王委员仍然没有办法清楚的交代这一趟中国之行究竟谈了什么。我们主要是去争取中国大陆能够不要再禁止他的观光团到台湾来观光。当时各大媒体都有报道，你们为什么不会去 Google， 不会用吗？这是曾在您办公室担任过助理的林月龙，他现在是共谍案的嫌疑人。我告诉检调，如果检调要办案，王宏威完全的来配合，但是吴钊燮躲起来了。好，请问一下，谁用中国台湾的名义去赚红钱？反复在两岸议题回旋，而接着登场的是李彦秀罢免案的说明会。台湾不能输，民主不能让。李彦秀不能留，李彦秀在立法院的表现是毁宪乱政。人民的大小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包括孕妇的糖尿病的整合照顾等等，还有包括营养午餐法。不落入对方设定的议题就罢免反罢主张说明，各取所需。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徐小清、曹兴诚也有对话，我们看一下。赖清德有办法指挥得动我吗？柯建铭能指挥得到我吗？是吧？我们这些罢团或我们的志工，基本上就是看到
国家在立法院的乱象，我们感到国家的国安呢，这个面临很大的危机，所以我们今天站出来抗共保台，这是我们这个大罢免真正的这个就主题啊。曹兴诚先生刚才说，这次的罢免呢是为了要反共。我要告诉曹先生呢，我的叔公还有我的外公参加过3次的剿匪战役，我把他们视为我心中的英雄，所以我当然也是反共的。像曹兴诚先生这样子，觉得每天嘴上反喊共，哇，吃着火锅唱着歌，难道共产党明天就倒了吗？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在同温层里面自嗨。来，徐博，好，看到这一些所谓的罢团的领衔人终于在这个所谓的载歌载舞、唱歌跳舞、喊口号之后，他们要进入到所谓的说明会，到底为什么要罢免这些立委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每个立委被迫要去回答说，我不是什么亲中啊，我是爱台啊，好像每个人他们不是什么要上战场的战士，他们是立委，他们应该是说你对他们有觉得哪里好哪里不好，问政的表现，每一个你看到这些罢团都是苍白无力的讲说啊你亲中啦，然后你卖台啊等等，我觉得这个看起来露出马脚了。我曾经听过一个前民进党的大佬，他讲过他自己很讨厌这些罢团，他说他是支持赖清德的但是他说这些罢团变得他原本来在整个绿营的里面他是比较外围的，那现在呢罢团挟着说大家这个抗中保台的名义之后，煽起了这一把火，然后呢绑架了民进党，变成尾大不掉，现在就是这样子一个状况。那我要讲徐巧芯跟王宏威正好是这一次因为我被赋予责任去帮忙扫街啦，或者帮忙这个接奖。那其实我常常最近几天晚上啊，或是在市场也有碰到呛虾的人。那当然，他跟我对呛的时候，他不会骂到我嘛，因为对民众党而言他不会。那我就大概跟他沟通的时候，我想听听看，我真的其实也不想跟他们吵架，我想听听看到底他们觉得要罢免的是什么。那第一个当然又是只会重复的讲说大罢免大成功，再来讲说你们这些都卖台。我说那为什么卖台？里面就讲到说什么傅崐萁带着一堆立委去见王沪宁之后，回来就通过了这些卖国的法案。所谓的卖国法案就是所谓的国会改革。这边我要帮国民党的委员澄清一下，国会改革那时候的确，其实民众党很想要做国会改革，谢谢国民党这边也有支持，这两者完全无关的东西，但是被他们这样混在一起，就搅在一起在讲了。另外呢，我也要讲说，今天包括徐巧芯对曹兴诚，其实曹兴诚哪有好意思跟人家讲说什么你是亲中卖台？其实我也不想去讲他的私事了。那你光讲10几年前他就被陆委会点名，他是吃了什么迷幻药，要去做那个什么两岸和平共处法、和共法这个东西。现在过去的背景，他是这几年为了政治的利益才转到这一边的，但是现在好像是民进党能，其他人不能。就讲林俊宪好了，最近去买那个什么不织布，被说是大陆的厂商，他就会说这个是没有敏感的，这个一切都很 OK 的。但别人的时候，比如说我就讲的郑前，湿纸巾开始要送办湿纸巾要去检举，所以我觉得2套标准。何况林俊宪忘记一件事情，不织布的台湾的第一家大厂就在台南，而且全世界做最大的不织布在台湾的也在台南。舍弃自己台南的乡亲去买大陆的，还是振振有词的说我这个是因为这个什么价格啊，而且我也不影响国安啊。对啊，说穿了就是便宜嘛，大家都想要做便宜的东西，但是别人做的时候，哇，你就亲共卖台，然后现在自己做的时候就是合理化。我觉得民进党这一套论述到底可以搞多久？因为没有人可以像民进党那么的仇中啊！我必须讲，我相信没有一个政党会是想说会不敢反统，或是不敢反中，或是不敢反共。可是没有人像民进党那么仇中，那么不理性的仇中。我相信是其他政党没办法做到。老师，我觉得今天我看到这种局面啊，觉得真的是感到很遗憾，也很不舍啦。因为国民党在台北市的这5席6席啊，相对于其他各地不管蓝不管绿的委员的素质都是比较高的。今天进到落到这种，要么就要说我有替我的选区服务，要么就尽量要把这个红帽要脱都脱不掉。为什么脱不掉？太慢了，太不彻底了，太不听我的话了。你根本要干掉民进党的阴谋，要让你当红帽，这种斯斯文文到最后一刻1秒才来辩论，真的是来不及。我跟你讲，主持人，我真的本来是要建议由你出面，请曹先生来。然后我跟他1对1辩论，
对干，但是现在显然来不及了。我觉得我对徐小新跟曹新成两个的对干，一个是民团的最高指挥官，一个是仇恨值最高的，但是是这个非常激动、非常努力、非常认真。我一度还说，你如果30几岁就这样认真，你一路认真下去，你将来会当总统的。我私底下跟巧芯讲过很多次的话，我给巧芯讲，你真的是很拼命、很努力，但是有些地方可以稍微修正一下。他跟我讲啊，大佬啊，我听你的话，我的声量就下去了，因为他太年轻、太急着要搞声量，他就是蜜獾。好，蜜獾也好啊，你蜜獾摇得准、摇得紧，把对方干掉。我跟你讲，巧芯最有名的话就是见佛杀佛嘛，那个曹新成就是一个不成佛的老道啊！他说没有人敢带领罢免那个徐小新，所以我老道要下山了。而且呢，他称徐小新是什么？是妖女啊！这就是他从他亲口把对方讲成妖女，妖女，那就是黑暗时期、中古时期的猎巫运动了嘛。就是不但要罢免算客气啊，要抓起来，要把他烧死啊！你知道吗？国民党可以讲，我如果有亲中的证据的话，罢免太客气了，把我枪毙掉就好了，对不对？所以曹先生这个老道亲口称徐小新叫妖女啊，这个证据就充分了嘛，谁是道谁是妖。所以呢，我在这里正式的，我今天也不是今天了，徐小新就算再坏，就算再讨你厌，就算当你媳妇不及格，也没有到被罢免的程度。所以呢，要出来筹，真的不能罢免徐小新。我这个是冒很大的不哎，我的朋友通通是胜利的，他们讲到徐小新咬牙切齿啊。我今天这个你要颁给我一个最佳勇气奖，我不需要了。但是呢，徐小新用这种莫名其妙的一种女巫的罪名要被罢免掉，这个没有天道啊，没有天理啊，你知道吗？老沈，我讲那有水吧？你就要听我讲嘛。今天到现在你讲的最好，队长，我们要讲后。看你那个样子，就是没有诚意。我很有诚意。我老沈之前也讲过，我完全同意。正义之声。他们现在这样做哈，就把，因为他们常常讲说国民党啊都没有年轻人啊，怎么没有年轻人呢？这都是年轻人啊，就是提早干掉你们，就是要干掉。我当立委的时候，35、6岁，已经在立法院几乎最年轻的，他们很多都比我年轻哎。对他们将来前途是这个可以为很多机会替国家服务。民进党一看，国民党怎么会有这么多年轻人呢？都表现不错啊，杀，现在把你干掉，干掉以后4年内你还不能再选，可恶啊！那个用心之恶毒啊！休息再回来。为什么把我自己拿出来讲？我很少在节目谈我自己的事情，因为你如果看民视3立这些绿媒啊，已经连续3天，到今天中午还在扯我要去看羚羊，说不理罗志强了，要到非洲看羚羊。东非这个行程是我在去年就已经决定的，今年到现在为止没有出过国，去年就决定了，机票也付了，定金也付了。所以呢，当时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呢？1年1度的大迁徙，动物从坦桑尼亚迁到肯亚，就在这个时候。所以他们已经找到日期，说这个时候最有机会看到这个动物大迁徙的。所以就去年钱就交了。那当然今年说要大罢免了，那我就研判到底什么时候罢呢？因为根据他们什么1阶、2阶这些呢，我当时判断是8月3号。为什么8月3号？因为以前有一个惯例，有一个这个一项的做法。遇到国家考试，不举办这样的选举。国家考试嘛，那我就7月26、27是什么考试呢？是护理师高考。那我再看多少护理师呢？我们1年毕业的护理学校，包括护理师2技啊，什么这个各种这个专科啦、大学啦、研究所，9000人不少啊，几乎都去考。他先拿到资格，拿到资格以后呢，可能4、5千人留下来做，其他人拿到资格，他不一定做。那现在扩大招生呢，可能搞上万人了。9000，你民进党口口声声重视护理师，重视护理人员，他这么重要的考试，你居然剥夺他投票的权利，
那好，那为什么8月3号呢？因为8月2号是律师跟法官的特考，所以8月2号不可能，就8月3号。以前也礼拜天也举办过，说我判断是8月3号，那我刚好8月2号回来啊，应该也没有冲突，反正可以回来投票嘛。那谁知他搞到这个7月26呢？哦，好吧，那你搞到7月26，那怎么办呢？事先我想我还找了几个人说，他们本来是不投的，我说拜托，因为我要出国，你们就勉为其难，去吧啊！因为很多人觉得不。所以替罗志祥票不但没少，还多了几票，这也就不管哦。但是呢，后来我在荣庆花园办群众活动哦，当时很重要一个口号说，726不去投票就是帮助民进党。我就想说，那我如果726去，是不是帮助民进党？当时其实我心里就已经决定哦，但是我不需要，因为也没人问我啊，我跟谁讲，我也不需要跟人家讲啊。我去或不去，说我个人的事情，我有那么重要吗？我又不是党主席，也不是中常委，也不是专案委员，也不是市长，也不是县长，我什么都不是，也不是委员。议员也不是，我就是一个小老百姓啊。那我努力的辅选，那是尽我一个责任嘛。哦，哇！突然前3-4天以前就开始说赵少康要去东非了，哇！民进党像捡到枪一样，高兴的那个喜滋滋的，每一个那个谈话性节目那个来宾主持人高兴啊。哦，然后如果你说赵少康叫人家726投票，他自己跑到东非批评我接受，你可以这样讲我。我天天在电视上批评别人，为什么不准别人批评我呢？我度量是够的，但是那个话之难听啊！说赵少康觉得国民党要输了，罢免要被罢很多了，逃到非洲去。还有一个教授我在那个学校就应该 fire 掉他，说赵少康怕罢输了被人家丢鸡蛋。哦，还有人说赵少康在等罗志祥被罢倒，他就来替补他选立委。还有说呢，朱立伦选输了，朱立伦党主席下来，然后就趁机来选党主席。哎呦，政治有一点人格，有点人道，有一点格调嘛，对不对？你讲些什么鬼话？哦，哇，高兴哦，每个人都喜滋滋的哦。所以我本来想我本来想再好继续看你们还有什么花招拿出来，可是呢，这个我想蓝营方面当然也有一些人关切了哈，就是不是他们立委没有人敢跟我讲。党部也没有人敢过，真的没有一个人敢跟我讲，我出国是怎样，我不用你的钱，对不对？出国是不行吗？所以没有人敢讲，哦。但是呢，有些群众，比如说我前天到基隆林佩祥出来的时候，结果说啊，听说你投票那天要走啊，我说稍安勿躁，不要急啊，不要急，我没有告诉他，因为我本来想下礼拜再宣布，但是我开玩笑了，我说昨天晚上我跟视讯跟非洲的狮子、羚羊长颈鹿。然后呢，大象，我们都通那个视讯，他们说，哎呀，要你既然不能来看，我们就早点宣布啊。所以今天开记者会宣布了。那我引用我其实蛮喜欢一个作家，也是绿营的，叫严哲雅，他说蓝营应该见贤思齐，大家要跟赵少康一样出国不去投票。我就这种见贤思齐，我现在留下来投票了，那是不是大家见贤思齐，对，也都来投票，投不赞成、不同意罢免、不同意罢免，就是我真的，我今天开记者会，一边走都一边自己觉得好笑，我是值得他的这样大动干戈吗？媒体很兴奋，都来了，哇，这个排满满，大家觉得这个题目很有话题，很有意思啊，哎。大家说还有记者问说：“哎呀，你这样损失到？”我说：“这真的不重要，跟大报们比起来，个人的损失真的不重要。就是说，你就知道台湾这个社会真的是有病了。我就觉得真的，我真的有病，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人跟人之间那么敌视，那么消薄然后只要抓到一点高兴啊，哇，这太好了，太好了怎么会这样子呢？当罗志祥说情义铭记在心。”其实志强兄不必，我真的也不是只为你，其实我帮你拉的票已经够了，这个是为了整体，为了整体来希望大家不出国人726都去投，不同意投票我再强调，我平常很少讲我自己的事情，但是因为绿营讲了3天了，从早上新闻开始，到晚上新闻，到谈话节目，全面在讨论这个问题。哎呦，我的网路也是好吧。这个桃园这个也很奇怪。稍微等一下，你讲完不需要大家回应吗？不用回应，我说明一下。我正在准备回应，你自己就跑掉了。但他事先就回应了，他说：“你看，他放弃看那么美的动物迁徙，来看这么丑陋的人间的这些斗争。”你讲的不好。
好，你讲。我还是要恭喜你，你在出门之前啊，就已经迷途知返。你宁可放弃这个累积千万年各种物种在进化的过程中所 figure out 的所磨练出来的一种非常悲壮的史诗啊！但是呢，这个一点我跟李敖有一点一样。李敖说我不出门的，我怕坐飞机，我是坐飞机的，但是他不坐飞机，所以呢，他伟大的事情呢，看书、看电视就好了。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啊，我也看过好几次，我都看电视。但是我们家有没有人去非洲？有，住在树上？有，树屋。住在树屋，跟动物距离只有几公尺，是谁？去3次哦，是我女儿。所以呢，你有我女儿的年轻的精神，但是其实不是。我跟你讲，我女儿从小就不缺钱，我从小就很缺钱。我现在钱很多，我还是改不掉，所以我能够在电视上看到的够了，不像你这么伟大，不像你这么说这个刚刚开刀开那么凶险的刀，差一点死掉。还要回来看狮子，这一点我佩服。这个既然都要进广告了，我来补一段。就是呢，我佩服赵大哥，就是不去东非看动物，但也可以在台湾看看青鸟跟黑熊，都是飞禽走兽。然后东非，就民进党不是东西，非要去投不同意罢免票。休息一下再回来。桃园市有一个里啦因为现在那个竞选的通知、投票通知都塞到里长塞信箱的我最近已经接到了，都塞信箱那所以呢，说有一个邻长呢说，这个塞的时候里面有夹了一个这个反罢免的这个文宣那就哇不得了，就说抓到了这个也说呢这个国民党怎么可以这样子那里长说，我里长没有做这事啊，我交给里长去发，是里长个人呢，到底他怎么弄也不清楚啊。那鲁明哲因为加了鲁明哲反罢的文宣，鲁明哲就很气，他有一个时间的几点几分他几点几分呢？我看他怎么讲他说呢，15号16点21分，有人刻意把文宣放在罢免公告上，有人刻意进去放，因为他有监视器，他们去查罢免通知单上面。那这个17点58分，有人戴着安全帽进去拍照，拍照。18点18分就开始发文宣了，这好像你看4点21分、5点58分、6点18分，好像一贯作业。他说全程清楚可见，但是没有一张反罢免的文宣是被夹在公告里面，其实并没有的，其他人并没有收到。所以那个邻长桌上有一个，然后就拍照，就是你看，所以呢，王义川很生气，说可以这样干吗？然后呢，这个詹江春说这是王义川自导自演的，只为了摆拍来造谣，然后呢，也有网络上说，这个民进党说这是组织犯罪，那这个网络上就说呢，那王义川你怎么拿到的？别人都没看到，你什么时候拿到的？你怎么拿到的？所以到底是自导自演，还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检察官立刻说，3个要传，一个要开始办，等等，我们看一下。村长说有造谣的部分，微笑不回应媒体。立委王义川爆料，立委鲁明哲反罢文宣夹在选举公报内，但现在监视器画面曝光，领长500后就收回文宣没有送出。如今王义川被反控是自导自演。对于里长，或者我，尤其桃园市政府去这样质疑，我觉得是大可不必。不要这样的不造谣，就不会选举。相关选务争议层出不穷，新北八里皮头里收到的选举公文也附带立委洪孟凯反罢文宣，区公所澄清是发送的公报时间跟洪孟凯发文宣时间相近，才造成误会。连在桃园大溪区也有漏寄投票通知单，有人只收到公报或通知单，甚至被跳过，要求里民自行到公庙拿，哀鸿刻意制造混乱，打压投票率。我们邻长来永昌宫，我的办公处是在永昌宫，来拿选举公报，选举公报有剩，可以在永昌宫来索取。
事实经过就是这样。投票倒数在即，罢免反罢方也开始拿放大镜严格检视对手。就民进党之所以搞这些事情哦，是出这些奥博烂招，就表示他们哦对大罢免他也没把握，他觉得他们情势不对啊，民间反应很冷淡啊，哦，那你看还搞出这种东西，哦，在台中不止在台中啊，台北好像也有啊，我正蓝，我骄傲，726投同意抢救国民党。然后写同意版本，没有不同意啊。他说，现在很多人搞，他从逻辑上，我既然支持你，我就同意你嘛。我同意你，我搞不清楚啊，就同意嘛。他没想到同意是同意罢免他。有些人的确有可能搞不清楚啊，进去以后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啊。但是我觉得这是很烂的招嘛。你选举是大家各讲自己的好，或讲对方有什么不好，你搞这种就是骗子，这是骗呢，这是伪造文书，是欺骗呢。检察官不办吗？检察官就算了，都没事啊，查是谁干的事情啊？你检察官出来办1-2个，其他人就不敢啊，你通通不干啊，通通不办啊，假装没看到啊，哦，真的很可恶哦。好吧，这个另外呢，这个我们看到修屋，今天又有一个60几岁的孝顺儿子到屋顶上铺帆布摔死了。他因为他妈妈98岁，你不能叫98岁妈妈去铺，说儿子去铺。现在经常社会现象是老的养老的，你知道？哦，其实年纪都大了，老的哦。那之前他们在民也跟赖清德讲啊，说你是不是请国军啊帮我们啊？赖清德说隔一倍啊，隔一倍啊。国军要万安演习啊，国军要这个汉光演习啊，国军忙啊，国军可以跑你家里吗？不可以啊。哦，手机没有信号，他说人家都有啊，为什么就你没有呢？等等，哎呦。好了，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台风又要来了，不过这来自从东到屏东了，但南部可能也会有豪雨。我看到气象报告也会有豪雨哈，所以呢，因为台风要来，所以怕嘛，旗鼓那边老人家惊魂未定嘛，所以呢，是怎么办呢？顶都吹走了，哦，从来没有在嘉义啊登陆，以前从来没有过了，所以呢又不敢爬房子，那怎么办？工人也找不到，现在因为工人本来就难找，台湾就缺工，现在更找不到了，哦，所以他们自力救济就摔死了。所以有很多义工也爬到都怕了，希望能够专业人士来帮忙，但是专业人士也不多啊，而且专业人士他可能有其他地方工，他不见得愿意来啊。台南有1万户以上，我看到还说2万户屋顶都吹走了，哦，所以盖帆布只能救急啊，也因为万一下雨下很多，那个帆布一重会下来的啊，也很麻烦啊，而且帆布不是那么好固定啊，我们看一下。这怕龟内底龟拢无去啊呢。锅子的鼓作推开大门，却是让人吓了一跳，因为屋顶整个掀翻，至今还无法施工。破防的今摆就是无卡销，晚年会有啊，唔敢爬，惊。另外一间房子帆布盖到一半，因为人力有限，只能利用假日由家人自己施作。礼拜六迄个无上班的人搭。爬去咧搭3个，爬去咧厝顶，2个大车用德壳啊拖，搁村车，家己礼拜较搁有时间通去搭。根据统计，光台南市污损就多达12000户。去病的时阵，病家去救半点钟讲无效。16号下午，台南佳里区发生一起死亡意外，林姓男子因为家中屋顶被台风吹掀，他为了让高龄98岁的母亲可以正常生活，亲自爬上屋顶盖帆布，没想到却意外坠楼，送医人不幸身亡。现在家人担心长辈没有办法接受丧子之痛，不敢让他听到这个噩耗。今麦请无用工来用，四个就是找厝边对壁有一寡少年仔生活在斗用，大个社区拢是安尼啊，请无工啊。由于台风季来临，近期降雨不断，灾民担心屋子受损会更加严重，只好自己动手抢修，没想到却酿成悲剧。玉敏，你这个嘉义啊，嘉义到这次也蛮惨的。对，这次也很惨哈。这个在嘉义也有6000多户，也是这种屋顶通都被掀掉哦。我觉得这一次民进党政府真的很不负责任哦，因为像嘉义县、台南，它海边很多都是高龄的人口，你怎么叫他自己有办法自立自强，就是爬上屋顶，然后去弄这些帆布呢？我们有这些国军，我们这些救灾的人员，我们的中央政府完全失灵。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一个指挥官。通常这么大的一个风灾灾后，你要有一个指挥官，你要进驻当地，你要指挥救灾，居民缺什么，你就要有办法去调度来协助跟帮忙。请问有吗？
没有到目前为止，很多其实是热心的义工团体，然后捐帆布的捐帆布，然后帮忙的帮忙，但是还是很有限呢。你看现在很多人的这个家里还是屋顶还是被吹翻的，根本就还没有盖住啊。所以我要讲的是说，赖清德总统、卓荣泰院长，你们到底在瞎忙什么？这一些灾民他现在面临的处境，第一个，你连安置都没有；第二个，他屋顶破了，你叫他自己爬上去自己弄，那我们要政府干什么？我们要政府干什么？政府就是要做人民的靠山，在这一种风灾灾后复建的时候，政府的力量就是要用出来。但是他们现在一心一意，只是想要搞大罢免、大恶罢，然后都没有把心思放在真正全力的救灾上面，让我们的灾民，让嘉义的乡亲、台南的乡亲很多还在受苦，然后呢，他们去支援这些罢团。一直去演讲，还在那边大绕境，然后大家说，罢团你那么有空，你黑熊，你可不可以来救灾？他说，救国比较重要。你到底在讲什么？我们现在国家有什么问题吗？我们正常的运作，现在是我们的灾民有需要，结果你连救灾都不肯。我真的觉得这一次的风灾让我们看出了民进党政府他其实没有苦民所苦。我要讲的是，嘉义、台南很多都是民进党的支持者，你是这样对待你的支持者。然后该帮忙的地方都没有伸手好好去帮忙，我觉得这一些有一些爬上屋顶摔下来的，真的是就是很冤枉，就是这样子摔死了。这个是国家没有尽到照顾老百姓的责任。他们还有振振有词说我在救国，你去救灾。对啊，这讲些什么话？罢免凌驾人命，人命这可贵嘛？而且你武汉演习，你那个什么这个各种演习你那个科目一换，救灾是演习很重要的点啊。而且我们这个救灾防治法里面、防护法里面，国军可以主动要救灾啊，以前都是这样啊。那民进党现在讲，你们这样讲的话，你们是拿居民的不幸来炒作，来炒作那有个国中生不错了，一直找起来清水沟，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国中生真是不简单，真不简单，真不简单。休息一下就回来。这个年头有那样。好，台师大的女足队队员被抽血引起大家蛮大的瞩目了、争议了这个14天每天3次抽血，我看很多那个都乌青了因为有些抽得好，有些抽不好，那捅半天，而且连续这样抽所以呢，现在被说抽血换学分所以你不让我抽，你30个学分就没有了。失职失能的只有教练跟台师大吗？到底你们搞些什么呢？国科会啊、教育部啊等等你们到底怎么做的那个规定呢？那现在教练叫周台英说可能要把他这个教练证撤掉，而且要追台师大的这个疏失。周台英其实还蛮有名的，当时这个女足替台湾争了不少光还是好像第一个台湾的女足到德国去踢职业足球队的所以呢，过去的确是不错的不过我在想为什么这样？是不是他们有时候因为他那一代的人，可能教练、运动员可能都是上面都有时候还反正要叫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但是问题现在不可以这样子啦这完全时代不同了，也不可以，尤其这种医学研究抽血所以呢，国科会、教育部认为台师大过去轻轻放下，但是你国科会跟教育部这是国科会的计划到底怎么回事呢？然后呢，现在北检去扣押这个血液的检体是说这个有强制罪甚至有侵占罪，就把人的检体拿来了那吹哨者呢就说这个简其生这个同学呢说，我不是要报复，而是想要真诚的道歉，你就跟我道个歉吧那学生也说呢，这个有学生曾经抱怨说，我不要做白老鼠。教练说，那你这样的话，大一、大二就给你退学了有一个音档也暴露出来了而且呢，照理讲，他们应该收到一些钱的，好像也没有，说还要自己出钱那他的论文登上国际期刊，我们看一下。踩着反霸凌的立场，就是不希望任何人再被霸凌，包括周老师一样，我们不要霸凌周老师，只是就事论事，做错了，做对了，依法行事。来到教育部开会，台师大女足抽血案的吹哨者简其生谈完后稍微松口气。7点每一点都符合我们的诉求，
不是这次的诉求，是上次我们一开始就提出来的诉求。这场谈话等了超过半年，因为台师大女足抽血案早在2024年11月28号就曝光，当时台师大隔天有回应并启动调查，今年4月公布调查结果，5月教育部介入开专案会议，但对裁罚结果相关说明，学生仍不满。7月初将事情抛到网络，引起更大关注。教育部会检送有关成立霸凌及学伦相关事政，由体育署检讨。撤销周姓教练的教练证，并付之。学生与教育部的7项共识包含成立专案的调查和辅导小组，重新检视裁罚额度，设立申诉窗口，设置拟撤销周台英教练证，也会追究台师大的行政疏失。我们会跟国科会有个专案小组，一样会去清查过去的相关的研究计划。台师大从去年11月抽血案曝光后，至今都只发文字声明，引发学生不满。17号晚间，校方重申以前一天公告声明为主，再次致歉，强调会虚心检讨，也会设立单一窗口接受女足对学生反映意见和需求，包含心理咨商或权益保障等等。大众好奇血液到底去哪，真正用途国科会也不清楚。这个案子我们责成台师大在1个月内要再把相关的调查完整的、严谨的成果报到国科会来。不过，北检17号突袭台师大，调取研究计划资料，另外为保全证据，协议简体也先留存扣押，同时要求台师大相关资料不得销毁、隐匿、删除或处分。全案朝女足队教练周台英涉嫌强制侵占等方向侦办中。老沈，你是专家，这个案子到目前搞得沸沸扬扬，但是很遗憾的，就是说有意见的大部分是外行人在讲外行话比如说国科会是主管单位之一，其他教育部啊什么恐怕都有关系，但是国科会不会主动去研究这个东西。这个大概是某一个大学，还是几个大学的体育老师。大家共同合作，然后写一个很大的案子，然后送上去。那国科会有他的委员在审核，说OK 可以，给了很多钱哦，千万很多钱的哦。所以呢，国科会的主任委员是谁？吴成文。你晓得吴成文是谁？当年台南出身的少棒队的明星投手啊，你知道吗？而且他学问非常好，他当到清华大学的。好像副校长那一类，他电子方面的造就非常一等的。吴成文你要出来重新审核这整个案子，当年通过的理由有没有站得住脚？为什么？因为他是要研究不断的运动当中对人体的生理变化，这个大概都已经知道了。我都可以写一篇论，现在就可以给你报告。运动完以后会产生什么？乳酸会怎么样啊？尿酸会怎么样啊？钾离子会怎么样？我都一清二楚的，你到底还要懂什么？而目前不懂的，这个一定要追究。第二呢，这个大案里头，这个周台英师大的这个案子是一个小案，是一个分案。那现在周台英到底犯了哪些错误？第一，因为你是教练，抽血被抽血的都是学生，这个一开始出发点就权力不对等了，权力不对等了，所以你要特别小心。而这个案子因为是抽血，是要抽人体的血，所以这个就是要通过人体实验伦理委员会，这是很严格的哦。所以呢，这些学生被叫去抽血的时候，有没有被说明为什么要做这个啊？抽血要抽几次，每次要抽几 cc 啊？要隔多久抽一次？总量一共要抽你的人体要抽多少？其实这些血通通加起来，也不是你说外面讲的说血都快要抽干了。还有呢，他在运动过程中每一段时间就要抽一次，这个针可以留置嘛，不需要每一次都挖洞啊，对不对？还有第3点呢，非医护人员不可以插针。你叫不，起码要护理人员才能抽血，医生都不行。不是，医生可以，可不可以？医生当然可以，但是医生都不做啊。不，护理人员技术不好。不是，护理人员可以做的，医生都可以做。但是台大，你看那一排专门在抽血的，厉害哦，对吧？因为他们经验嘛，所以我觉得医生抽反而抽不像他，没有他们抽的好。抽的太多了哈。所以呢，还有这个有给钱的，你去回去看看吴成文，你看一下这个整个计划千万元的计划里头。学生被当作实验的，一定有拿到钱，钱没给，你知道吗？钱周教练不晓得用什么解释，把钱转到别的地方去。他球队经费。
哦，还有呢，这个也不可以啊。对啊，是不可以。还有呢，他用学分来交换抽血的代价，这个也不可以啊。哦，所以他错的地方就是他以过去这个年龄层的人，他的权威，他觉得这些队员都是听我的嘛，听你敢说不要。我觉得错就错在这里啊！现在这些大官们事后觉得啊不得了，这个社会观感不佳，就震怒了。我最怕大官震怒，你知道吗？因为他们一震怒哦，就乱枪打鸟了。那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那个要怎么样，那个怎么样？这个就要正本溯源哦。吴成文，你出来，你不懂的话，你来问我 ，OK？这个案子其实是违法，所谓违法就是违反人体研究法。立法院通过的人体研究法，其实就是在规范。它第2条讲得很清楚第一个你要尊重这个受试者他的自主性。那台师大完全违反嘛，他就是一声令下老师要求的，你所有的人都要配合，然后若不配合的话，我就威胁你，然后就是要把你退学，就是叫你走路这样子。那第2个是你要最小侵害为原则，他第2条讲很清楚那如果从现在被揭露的那么密度那么高，连续14天，有的每天高达3次，你有没有违反最小侵害为原则？那你看那些画面，那些女学生其实非常的害怕，而且很痛，然后这个都是已经侵害到她的身体，所以当时立法院通过这个人体研究法，他就再三的提醒，他在法里面讲得这么清楚。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所有的这个总计划的主持人，还有包括他的伦理委员会，都没有尽到这一点。事实上，他的计划没那么简单，他的计划是要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的，才可以往下走。而且呢，台师大应该要负起监督的责任，伦理委员会要负起监督的责任。但是现在看起来，通通没有，被老师把持。伦理委员会没通过的东西啊，这个 proposal 这个整个研究案是不会通过的。对啊，你知道吗？所以就乱审不应该通过的，他没有好好审查，没有好好审查，所以才会造成这么大问题。令人非常心疼但我们也回顾这个国立大学的这个主管机关就是教育部，那计划呢是国科会，争议好几年，民进党的执政也好几年，现在才踢爆，所以看得出来民进党官官相护，而民进党的组织文化呢，能盖就盖，能压就压，压不住就转移焦点，不行的话就抛下同僚，切割所有的一切。所以现在看起来呢，火好像烧在教练跟台师大的身上，但我想要问的是，国科会没有责任吗？教育部的官员没有责任吗？而且看得出来，北检就是看风向、看脸色的。来，台师大的校友，因为台师大当然是这个国家所有的这个运动选手的殿堂了哈。国手呢，以能够保送这个台师大哈，作为他这个人生的这个职涯的最高点。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大佬刚刚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就是呢，我们传统在学校里面特别是教练，因为他有权威，所以说呢，学生呢就觉得好像我不得不接受这个测试他们忽略了他们自己的权益，所以才会让这个事情呢拖了这么多年之后才爆发。但是我觉得主其事者的那位教授因为那个陈教授呢，他的知名度不像周台英那么的有名嘛，所以周台英呢现在都把他拿来被当作箭靶。可是陈教授呢，以这个学分来威胁是非常不应该的。陈教授、刘教授，对啊，中华职棒工会其实也发出声明，他说学生运动员通常被忘记了，他是先是人才是学生，他们都。